木兰人的队伍行进了2天2夜，韩立与银月一直安然待在车内。期间虽有法事检查，但都被韩立轻易打发。一出木兰草原，韩立便带着银月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了队伍。他依仗强大的神识，轻松避开法事，顺利进入了9国盟的丰原国。这日，他正飞过一座无名小山，忽然神色一正，扭头望向一侧。在他神识感应下，不远处灵气波动剧烈，煞气冲天，分明有修为不弱的修仙者在斗法。转瞬即至，只见5名结丹修士正围着一位元婴期法士联手拒敌，但仍被一圈圈黄雾逼得节节后退。韩立的目光却落在了一位肥肉满身的胖老者身上，他周身盘旋着银白色雷弧，威力在5人中堪称第一。是他？这世间的事还真是巧合啊！你这丫头别不知好歹，要不是本上师缺少一位上家的炉鼎，哪能留你性命到现在？再不束手归顺，可就别怪我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话音刚落，黄袍法师张口喷出一面黄色羽扇，灵光大放。见此情景，5名结丹修士全都面色大变。光头法师将羽扇往空中一系，轻轻一扇，一股深黄色的狂风蜂拥而出，化为数十丈高的飓风，瞬间将5名修士全都卷入其中。哈哈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他单手向风中一抓，一只黄色大手凭空浮现，狠狠地向其中的绝色女子抓去。女子法宝失控，无法自救，玉容一下苍白起来。就在此时，黄色巨手突然溃散，飓风也随之消失。光头法师惊怒地转向一侧，盯着空无一人的地方。既然敢破了本上师的法术，又何必偷偷摸摸的不敢见人？不是在下偷偷摸摸，而是阁下修为不够，看不破韩某的存在罢了。看样子，阁下才进阶元婴不久吧？晚辈聂莹，多谢前辈出手救命之恩。阁下还不走，难得要我出手赶你吗？哈哈，阁下也只是明元婴初期修士而已，口气如此之大，谭某倒非要领教1、2阁下的神通了。说罢，他猛然向下一弹，2颗黄灿灿的弹丸击射入地，一声低吼传出，地面突然轰隆隆的闷响起来。嗖嗖2声，2只10几丈长的黄色囚龙破土飞出，张牙舞爪。韩立眉头一皱，随即轻叹一口气，张口喷出一缕乾蓝冰焰。冰焰一分为2，准确击中龙首。土龙瞬间披上一层蓝莹莹的冰甲，化为2只冰雕。砰砰2声，冰雕被剑气轻易击得粉碎。还有什么神通，尽管使出来。阁下是哪一派长老？请问高姓大名？既然道友不打算攻过来，在下就不客气了。韩立单手往腰间一拍，无数金光灿灿的噬金虫蜂拥而出。噬金虫？你竟然有噬金虫？还有如此多？随后他二话不说，化为一道黄虹，破空飞遁而去。韩立将噬金虫收回，神色平静地向胖老者等人缓缓飞去。多谢前辈的援手大恩，晚辈黄风谷雷万鹤感激不尽。前辈，韩立摸了摸下巴，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。胖老者正是当年的雷师伯，如今竟称呼他为前辈。雷万鹤心中也暗暗疑惑，他竟觉得对方这张看似普通的面孔，似乎有些眼熟，仿佛在哪里见过一样。看来当年一别，雷师伯是真的不记得在下了。不过，当年师伯所赠的丹方，可真帮了韩某不小的忙。师伯，丹方，你是？你是李师叔的弟子韩立，韩师弟。你真是当年的韩师侄。雷师伯不必惊讶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地，我们还是在路上再详细谈谈吧。
师伯这称呼，雷某万万不敢当了。韩前辈既然已经进阶元婴期，那就是晚辈的前辈了。韩立放出一辆精致的御风车，化为一道白虹，载着众人破空飞去。雷道友，家师理化园还好吗？韩前辈，李师弟早在100余年前就在和木兰法师的争斗中就陨落掉了。韩立闻言身子微颤，面上闪过一丝黯然之色。我那些师兄弟，没有人结成金丹吗？没有，李师弟门下弟子最终还是机缘不够，未能结成金丹。韩立听完彻底默然，半晌之后，他长吐了一口气。往事如梦，点点滴滴浮现在脑海之中。韩前辈，不知你是否有意还回黄风谷？回黄风谷？没有这个兴趣了。我现在是落云宗的长老，不打算回去了。不知前辈是否认识萧翠儿？萧翠儿，自然认得。你认识那小丫头？现在的萧师妹可不再是什么小丫头了，早已嫁为人妇，并且在数十年前进入了结丹期。哦，她也进入了结丹期，这还真出乎我的意料。我当年引她入马师兄门下，也只是一时兴起而已。如今已经物是人非，又有什么可见的？见韩立根本不愿再回黄风谷，聂莹和雷万鹤对望一眼，只能无言的苦笑了。